欢迎回到我们的影片。那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学了怎么去用 ggplot2 进行一些资料的视觉化，介绍了5种图形。那这一次的话，我们不会另外介绍图形，但是我们会学习怎么去帮图表添加标签，改变图表的颜色，调整比例，还有调整它们的主题，让你的图表更具有吸引力。我们先来改变 labels。那我们就拿右边这一张图来举例好了，我觉得它蛮漂亮的。我们这边要用的 function 叫做 labs， 然后一个括号。那这个 labs 就是 labels 的意思。那它因为一样在 ggplot 的范畴底下，你看你打 labs 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 ggplot2 的标示，就代表说它是在 ggplot2 这个 package 里面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输入我们想要加的标题，像是 title 这边 movie scores of different MPAA ratings。我按 Command 加 Enter 或 Ctrl 加 Enter， 就可以发现它在最上面加了这一条 movie scores of different MPAA ratings。如果你还要继续加的话，记得加一个逗号再往下 subtitle put your sub here， 我们就可以看它这边就是多了一行 put your subtitles here。 可以继续，还没结束。假装现在 x 是 score 嘛，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score 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把它真正 x 的意思把它直接复制过来。Score 是 critic scores of the movie on a 0 to 100 scale。 x 等于，那注意这边的 x 跟 y 都是小写，那 y 的话呢就是 MPAA ratings of the film。 先这样子看看，所以就可以看到刚刚原本是这样，我们执行了之后，它就是 x 就变成 critic scores of the movie on 0 to 100 scale， 然后 y 的话就是 MPAA ratings of the film， 让读者更清楚的知道你 x 轴 y 轴的数值所代表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有一个 score， 那他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给他的分数吗？还是谁给他的分数等等的。那在右边这边，我会希望它不要只是这个 rating， 好像有点随便的感觉，所以我这边也希望右边的这个 label 可以变成这个 MPAA rating。 你可以先看看，我们刚刚这边是 color 跟 fill 都是 rating， 所以我们如果先告诉他说我们的 color 的名称是 rating， 我们可以发现它怎么分出2个？一个变成我们想要的 MPAA rating， 可是另外一个是 fill 的，它就还是维持在 rating 上面。那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发生，因为其实是有点多余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fill 也指定成一模一样 MPAA rating， 它就融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真正想要的 MPAA rating。 最后你还可以再加一个 caption， 告诉大家你这个资料是哪里来的。在右下角它就是有一条 caption， 你可以加你想要加的东西。那这边就是最基本的加上 label 的一些做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拿别张图来举例好了，再示范一次 movies ggplot。 我这边用 box plot， 我们就可以发现，因为我的 fill 是 rating， 所以它就是依照不同的 rating 去涂满颜色。我们这边可以看看，如果我的 color 也变 rating 呢，就发现我原本这个中位数还有前面这两行现在怎么都不见了？它其实没有不见，它只是因为它变成跟这个一样的颜色，就是这一条都变成紫色，所以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在做 box plot 的时候，不建议你把 color 也改成跟 fill 一样的颜色。
但如果你今天觉得你不喜欢这个黑色的这条线，那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在 box plot 这边，你把 color 改成gray， 哦，好像有点不清楚，或者是改成 red 好了。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更改你这些线条的不同颜色。这边一样，把 label 加进来。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前面就只有单纯指定 fill 的差异，所以我们就不用另外这边是 fill 等于 MPA rating，color 也是 MPA rating， 这边就不用，我们就只需要打 fill 等于 MPA rating， 它这边的 MPA rating 就会显示出来。那假装今天我不想要这些 labels 跑出来怎么办？我连这个左边的 density 跟 score 我都不想出来。我们要做的呢，一样，我们是要先加上 labels 这一个 function， 然后在里面指定说我的 x 我不要东西，所以不要东西的话就是 null。那我们试试看，光是这样子会有什么改变呢？大家先看我还没执行前，这个 score x 这边就是有一个 score， 一执行之后这个 score 就不见了。那假装我今天 y 轴也不想要东西，我就一样 y 就等于 null， y 轴也不见了。如果你今天连右边这个 ratings 的这个分类你也不想要的话，你可以用 fill 等于，我看看 fill 等于 null 会 work 吗？ fill 等于 null 它就是删除 fill 上面的这个 rating 的字，然后你再把 color 上面也删掉，它这边就不会有原本的这个 rating 这一行字。但是呢，我现在想要的是，我希望整个右边的都不见，那我们就先不用这两个。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theme。theme 的话，等一下就会讲到，但我这边是要告诉他我的这个 legend， 这个右边这个叫 legend， 然后告诉他我的 position， 我是要用 hide 的方式，就是把它藏起来，出来的图片就会是一个 x 轴没有字 ，y 轴也没有字，然后右边也没有 legend 的一张图片。那在 labels 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来讲怎么改变我们的颜色。这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就是在颜色的部分就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嘛。你可以到网络上很容易可以找到不同色票的那些颜色的代码。可是呢，在 R 里面它有一些预设的颜色，像是 pink、red， 记得甚至有 lavender 都有。反正你可以上网打 R color， 它就会有一系列就是哪些是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就打出来的颜色，或是 grass green， 好，这个没有 green，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 sky blue。我们现在就用 movies 来当做这个范例。我直接往上找一个 bar chart 来修改。我们先看看我们原本的 bar chart 会长这样。如果我们先移除其中一个，我们看一下两个会长什么样。这个橘红色跟这个青色算是 R 里面最预设值的颜色，真的是非常建议你拿到资料，如果今天是要出去 present 的话，可以修改一下你的颜色，让大家知道你是有用心在思考这个颜色的。我之前闹过一个笑话，就是我很努力的找到两个我觉得很漂亮的颜色，然后我甚至改了它的透明度，所以它不是这样子实心，它是有一点点半透明的，然后它是需要印出来海报的形式。结果呢，印出来的海报它因为有色差，所以导致我精心调好的颜色看起来就跟这两个颜色一模一样。我那时候看到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就是我花了这么多心思在里面，结果看起来大家可能就觉得我是直接拿预设值的颜色来呈现。所以呢，
在挑选颜色上面有几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对比度尽量要足够，就是你可能不要这个 lavender 跟 sky blue 这样比在一起，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么难去区分，特别是可能有些人他对于色彩的知觉并没有那么敏锐的话，很容易会造成误解。所以呢，我们就使用这个 scale fill manual 的意思，就是告诉他我今天要手动输入这些色彩的讯息，所以我这边要打 values， 这是固定的，你要打 values 等于 C， 这边会要选 C 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多个颜色要选，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颜色的话，我们来看看会怎么样。假装我就粉红色，它就跑出 error， 它就说 insufficient values in manual scale， 需要drama 跟 action 两个类别的颜色 ，two needed but only one provided， 但我们就提供一个粉红色，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用 C 把它括号起来，并且告诉他，好，我另外一个颜色想要 sky blue， 好，这是宝宝蓝跟宝宝粉色，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样子的话，就是用不同颜色去区分。同理，如果我今天加了第三个类别，但我这边没有增加的话，我执行它一样会出现同样的 error， 就是它需要3个，可是我只有提供2个颜色。那我先把这改成 dark blue 好了，然后这个改成 yellow。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3个它们就是有各自的颜色。那另外就是，如果已经在这种状况底下，我其实会偏好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都挤在同一张图里面，而不是分成3个分别的图去看。那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会需要先删掉这个 facet wrap， 因为 facet wrap 的意思就是我把这笔资料用不同的 genre 去分类去包出来，所以先把它删掉之后呢，我们执行看看，它就会变成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东西是在这个 geom bar 这边打上新的一条叫做 position 等于 position dodge， 然后给它一个数值，可能是 0.8。那我们先这样执行看看，就发现这3条 bar 里面已经就是互相躲开了，可是我们的 error bar 还是粘在一起。要处理这个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把 position 等于 position dodge 复制到这个 error bar 这一条里面。那我们再执行看看，就发现这样子 error bar 就都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了。所以呢，我们这边 position dodge 我们要让它这边的数值是一样，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宽度是 0.8， 这里的参数跟 error bar 的参数都是 0.8。那如果我们改成 0.6 看看，它就会有点重叠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它小于这个原本的宽度。那如果我们改成1呢，就会变得有点分开。但是这边主要的重点就是这2个参数如果是一样的，像我这边 geometry bar 它的 position dodge 是1的话，我把 error bar 这边也改成1，就发现它又都对齐了，就是 bar 跟 error bar 是对齐的。那同理，如果改成 0.5， 就是虽然它们这样重叠在一起，可是至少它们的 error bar 跟 bar 的关系是对齐的。建议的方式是你可以改成 bar 这一条，它改成跟它宽度同样的，然后在 error bar 的话，你就可以改细一点，像我这边就改 0.2， 它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舒服，就不会没有对齐，然后又太宽。那另外有一个 package 我也觉得蛮好用的，跟颜色相关的 Viridis， 它就是说这是 color blind friendly color maps for R， 所以它这里面的配色就是对于色盲或是色弱的人他们是比较友善的，就是它会使用刚刚说到的比较强烈的对比去让那些人看得出来就是不同颜色之间的差异。那一样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下载过，记得先 install 然后再执行这个 library。那我们下载完这个 package 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刚才的图当做范例，然后帮它改颜色。那我们这边就是要做的，就不是在用 Scale Fill Manual， 我们就是要 Scale Fill， 然后选择 D， 就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他们预设已经配好的颜色，可以让那些还有色盲或色弱的伙伴比较好能够区分这几个颜色的区别。另外一个我也会做的事情呢是，我会希望在这边加上一个外框，所以我可以在 bar 的这边加上 color 等于 blac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bar 就外面有一个外框，就是比较好的框起来我们这些资料。如果你觉得它们可能粘太紧了，喘不过气，你可以改成 0.6， 就是把它改更细一点，它们就不会粘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会有喘息的空间。那如果你想要把它粘在一起的话，就像刚刚讲的，这边宽度跟这个 position dodge 的数值一样的话，就可以得到粘在一起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讲到 scales， 看这个范例，我们在学会把它们放在同一张图之前，我们不是都会用 facet wrap。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使用 facet wrap 等于 scales 等于 free， 可是这样子的结果就会让我们发现，乍看之下好像 action 跟 comedy 的分数比较高，可是当你仔细看它的 Y 轴的话，会发现 drama 其实它的60在这边，然后 action 跟 comedy 的60就是在比较上面，所以 drama 这些都是有达到60分，这两个都没有。可是，在图片上看起来却是 drama 最低分。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可以直接不要用 facet wrap， 然后去执行，让大家都在同一个平面上。可是呢，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使用 facet wrap 的话，你可以做的呢，是在 facet wrap 之后，你再指定一个手动输入的范围，让它用新的范围去盖过原本的范围。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这个 coord 来告诉他我新的范围想要是什么。我们这边是想控制它 Y 轴的范围嘛，因为 X 轴它这边根本没有范围可言，它就是3个类别。然后 Y 轴的话，可能我会希望它的终点都是75好了。那我这边就是 YLIN， 就是 Y 的 limit 会是 C0.75，就代表我的 Y 的范围是要从0到75这样子去执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它的左边的那个 scale 就是到75，所以在一样的 scale 底下 ，action 跟 comedy 的分数就有点被压下去。那假装，因为其实我们从40或者从35以上才是真正区分它们之间高低差异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35，看看，它就把35以下的数字都先切掉了，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的去看到它细致的内容。所以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去修改，因为有时候可能这样子会看得比较清楚，但有时候你又需要把 scale 去放大，可能你想看这两个之间的差异的话，你就需要放很大很大，才能比较好去分别它们的差异。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Y limit 去改。那如果今天你的 X 轴也是数值的话，你也可以用 X limit 去修改你想要选取的范围。另外就是如果我今天 Y limit 最高是设60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drama 这边好多都已经冲破它的界限了。今天最后一个想要带大家认识的是 theme。那 theme 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图片的主题。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 bar chart 来举例。又回到这个非常阳春一开始的 bar chart 的图片。我今天不喜欢这个灰底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 theme， 你就可以看到它旁边有很多给你选，你可以有 void、test、replace、minimal。我蛮常用的是 theme classic，
就是它把整个灰底都拿掉，然后只剩 X 轴跟 Y 轴的线，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蛮简约的。或者呢，如果你想要灰底，这也不算是灰底，但就是它在背后有这个网格，让你稍微可以对齐。那或者你也可以用 gray， 这基本上就是预设值，就是 R 比较常用的。那其他的话，你可以按 Tab 键，然后就是去看你有什么哪些喜欢的 dark 或者是 get。在使用 Facet Wrap 的话，不同风格的区别就会变得更明显。就是原本如果没有任何 theme 的话，它是长这样的预设值嘛。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可能 minimal 好了，它就会变成这样，后面有网格。我可能不想要网格，我就想要 XY 轴，也可以变成这样。可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好像没有很好看，所以呢，你也可以自己去依照你的喜好去修改。那这是 black and white， 然后或者是 light 也不错。除了改颜色以外，我觉得 theme 也是一个可以让你图表立刻变得比较专业的方法，就不会感觉就是通通都是预设值的产出。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就是学习到如何去帮我们已经存在的图表添加标签、修改颜色，还有调整它们的scale 的比例，然后还有应用不同的主题样式，让我们的图表可以更有吸引力，然后也更脱离原本的看起来像预设的图表。